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新加坡哦。新加坡的李氏王朝正式结束，这是李显龙哦，他今天正式卸任，交棒给他的副总理黄循财，也象征着从1959年就主政的新加坡的李氏王朝正式走入历史。光是李显龙他就主政20年，再加上他的爸爸哦，两个人加起来，其实呢主导了近代我们看到的小而美、富而强的新加坡这个国家哦。我们看到李显龙他在新加坡主政的20年里头，新加坡的 GDP 增加了2.3倍哦，达到了12.7兆台币这么多，远远的超过世界经济平均的增长率。而我们说新加坡人很富有，他的人均 GDP 增加到了9万新元。215万台币啊，比起20年前高出了64%。所以观众朋友，过去我们说，亚洲四小龙，我们跟新加坡都还排行在里面，现在我们狠狠的被新加坡甩到很后面去了，完全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了哦。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我刚刚说小而美的国家，富而强的国家哦。也得到了很多经济学者的推崇，包括您看到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前总裁看起来他是印度裔的，他就说了，李显龙对国家经济结构进行改革，向高端以及价值链上游的发展发展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产业，避免被其他国家用低成本把我们淘汰。当我们用很劳工密集的低成本的其他国家，你就很难跟新加坡来做竞争了。而另外我们看到李显龙他自己讲了，他说我治国我施法一部古籍一部书叫做《三国演义》，而且我向诸葛亮看齐，他认为诸葛亮是他学习的对象。就在他交办前夕，他也接受了电视媒体的访问，我们来听听看。Today, the world is not flat. Today, the great powers are at odds with one another. China is playing a much more dominant role. It's become very much stronger in the last 20 years. Needing to protect our interests where everybody is jostling with one another, and we are not the biggest person in the discussion. 好，您刚刚看到的是李显龙，他在中美中间，他不选边站，而即将接任他已经接任他的黄循财总理，他也讲了，他说新加坡是美国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但不是盟友。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自身利益，我不亲华，也不亲美，我们只亲新加坡。这话讲得好啊。我们只亲新加坡，我们只重视新加坡的利益。而另外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那当然他要突破美国的封锁，他现在做的方方面面都是要拉拢各个友邦包括您看到了习近平飞去了欧洲，那王毅呢？王毅最近用经济在拉拢东协国家我们先看到5月14号，昨天王毅在北京会晤了汶莱的外交部部长艾瑞万他讲他就讲了说，中汶我们两国致力于建构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那两个人看起来手还拉着手感情不错。另外呢，我们也知道香港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是特区嘛那他最近就说香港要强化人民币产品的服务，因为它是一个作为中国的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它现在积极要开拓中东还有东协这些国家的市场。另外我们看到印度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他在很多时候跟美国站在一起，很多时候跟中国大陆也有很多商业上的往来，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交战的时候，他也在中间取得了很多的利益所以你看到现在印度他打算报名挑战一带一路吗他觉得他也是一个大国他也要崛起所以最近他跟伊朗这个国家签署了一个所谓的一个10年的港口的营运协议，这个港口叫做恰巴哈尔。那印度的媒体就评论，他说这是在抗衡
瓜达尔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到印度呢，希望利用伊朗的运输网来加强跟阿富汗以及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那一签就签10年哦。所以呢，像是这个 ET 这个印度的经济时报就讲了，这是印度第一次获得海外港口的管理权。所以他要帮助印度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哦，让印度绕过巴基斯坦，还有中国合作的瓜达尔港来进入中亚哦。他想要做的是来抗衡一带一路，可是真的能够抗衡吗？伊朗跟中国的交情也不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看看美国也警告了说你印度你要小心哦。如果你跟伊朗签这个港口的使用合约，我可能会制裁你哦，因为现在他也在制裁伊朗嘛，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巴特尔的说法。他说还要提醒你印度你小心美国现在对伊朗的制裁还有效哦，你要签这个所谓的使用合约，你还是想一想所以印度有没有可能左支右绌呢？是不是也得罪了中国，也得罪了美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李显龙这一次的交棒黄循财的上任其实是很重要李显龙的李光耀的父子对新加坡的贡献真的是十分的巨大我觉得新加坡有今天，我觉得这两位先生他们对新加坡的贡献，各位想想，新加坡没有石油天然气，没有丰富的金矿，而新加坡的整个城市国它本身更没有肥沃的土地。其实坦白说，它跟台湾相比那新加坡的局势更加的恶化。那它周边的过去不管马来西亚或是其他的国家对新加坡的不友善的程度，那是非常的严重新加坡也曾经遭遇过很大的一个外患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他们熬过来了。过去台湾是亚洲4小龙之首。当时李光耀就一直看好台湾，他认为台湾会更加的超越这个新加坡，但是前提是两岸关系要好。所以李光耀一直在奔走两岸之间，希望两岸之间尽快的完成统一，在台湾最有利的时候谈到统一，台湾的前景将会无可限量，这是当时李光耀的估计。结果从李登辉开始就完全逆向而行。那今天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前10名的国家之一，人均所得全世界前10名而台湾呢？第二个，新加坡摆脱了中等的陷阱，它现在成为人均所得最富的国家，而我们台湾呢？台湾现在被中等陷阱限制住了，2万多这个美元停在这个地方上不去，那么低薪已经造成台湾的人才大量的外流。所以我觉得新加坡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他们的优秀、卓越、强大而有力的政府，灵活的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新加坡的李显龙他谈到了这个诸葛亮，诸葛亮不止足智多谋，诸葛亮更重要的地方是一心一意为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私心，一切都是公心，为了国家而重。可是台湾的政客呢？台湾的政客绝大部分是私心为重，公心为辅，甚至连为人民的心都没有，这差别太大了。那新加坡的政府强大而有能力，台湾呢？那简直是不能够比。所以我个人觉得情况是很大的不同，但是坦白说，想想当初我看到李光耀讲的话，跟在应对今天我们台湾的民众，难道还不会去深思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黄循财他在这一次谈到他跟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用官方语言来回答，而不用他的母语来讲这个事。联合的记者会里面，他谈到他跟美国没有军事同盟关系，他跟美国亲善，在过去是亲美而和中，现在是等距的外交。那因此，新加坡永远站在自己的利益，在美中之间来去，他也不是说要寻求平衡，而是在美中之间，他按照他的利益、他的立场来讲话，所以难免会得罪哪一个国家，请他们多包涵。可是我再强调，他用的是官方语言英文来回答，难道不更指明的就是对于美国，而不是对中国大陆吗？为什么？因为他过去是更加的亲美，以前新加坡是更加的亲美，
他现在是要变得平衡的时候，他要美国多担待啊。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另外当然也是请中国大陆多包涵。美国多担待，中国大陆多包涵。新加坡一个小国处在这个环境下不容易，尽量不要让新加坡为难，新加坡也不会让两大国为难。我觉得，他们本身已经开始在利用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最后谈一点，伊朗，伊朗的做法难道是如印度的媒体所说的吗？是为了抗衡瓜达尔港吗？不是吧？看起来是伊朗要利用印度去修理美国，挑拨美印之间的关系，难道还不明显吗？是，赖老师点出了这个中间真正的用意哈。来，彬哥，其实李显龙，当然我觉得他们家他们父子两位真的是蛮厉害的人物，而且也在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而且非常和平的就把政权转移出去了。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当然，新加坡这个小国要在列强之间求取生存，他们必须要反应非常快速，而且什么东西就要争取让自己站在一个不受瞩目的一个地方。所以李显龙刚刚那个谈话里头也讲说，在中美之间这些关系，他们不是主角。主角是中美两个，你们不要把目标放在我们身上，我可不想被关注。这就很明显啊。那你反观我们台湾，就是很想当主角，没事就喜欢全世界都要看到台湾。我问你，看到台湾真的是好事吗？所以我真的觉得去学人家的一些精神，一个小国要怎么样在列强之中求取生存，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而且人家干得有声有色。我小的时候，新加坡其实跟台湾差不多的。你说收入？对，收入啊，对啊。现在呢？现在人家是我们好几倍所以我们真的要自己深刻检讨。我们所有的资源什么东西都比人家多，结果会混成今天这个样子。对，自己真的要去检讨。那对大陆来讲，他当然要积极争取所有，包括东南亚也好、中东也好，所有跟他愿意合作的国家，他都会积极争取。那在这种状况下，他会不吝付出很多代价。那实际上，你去把中国过去的那一种朝贡体系想一想的话，你就可以理解这种心态。中国过去本来就是这些远邦愿意跟你交朋友，你供一点点东西，我一定10倍奉还、20倍奉还。因为一方面就是宣扬国威，另外一方面因为你们远嘛，我们天朝上国无所不有嘛，所以我加惠给你，让照顾你们，这个是中国人固有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一段时间之内，特别在中美竞争的时候，所有去跟中国大陆愿意交朋友的国家，大概收获都是满满。你看这次习近平去欧洲，这3个国家也是满载而归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那至于这个恰巴哈尔港呢？这个恰巴哈尔港其实伊朗真的蛮贼的，中国也在那边有投资呢。对啊，他其实引进了好几股势力在那个地方，巴基斯坦也有在那边投资。然后呢，他也不是把整个港全部交给伊朗他是把其中几个部分交给伊朗而已。交给印度。对，交给印度，抱歉，交给印度。所以他就是很明显的，我一方面在列解美国的合作势力，另外一方面我在你们中印之间有矛盾，我知道啊。那你们我这样子一安排之后，中印是不是也会拼命的来巴结他？因为在那边可能有更多的投资。那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不急于去求取恰巴哈尔港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已经有瓜达尔港，所以他没有那么急。可是对印度来讲，他就很急，因为巴基斯坦他的世仇嘛，他过去中东那边运来的货物，因为这个恰巴哈尔港本身其实很小，这个瓜达尔港过去他要经过瓜达尔港运输这些东西出来，他等于觉得自己被巴基斯坦卡了喉咙，所以他就趁印度需要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伊朗就来开始要求他投资。我觉得人家都在玩这种游戏，台湾真的不要看不懂。所以印度媒体其实是在做大内宣当然是要挑战中国一带一路，所以要做一点大内宣大家都必要这样做。来请教这个舰长。其实我对新加坡的制度非常好奇，因为有句话叫做“权力让人腐化，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腐化”。新加坡李氏父子，这个李光耀掌权30年。李显龙掌权21年，整整51年。你知道，这个李显龙他有4个小孩子，可是他们却这样子交出去，而且他把新加坡带得如此之好，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我们这个世界上有2种大概体制，一种是我们说美国的好民主，你可以看到今天美国民主制度有一大堆问题，让你觉得美国是有问题的。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北京的中国大陆的这个制度，当然很多人也是认为它是一个独裁的制度。
那新加坡几乎就卡在中间，那他凭什么能够这么成功呢？我一直在想他的原因，那我想了大概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公务员薪水待遇非常非常之高，从进入开始，像他们的总理月薪超过400万台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叫做连任，他可以连任。你说像这个叫陈水扁，他当了8年总统，他已经这么有钱，他为什么还要贪污？你知不知道？因为他没有安全感，他觉得8年之后，那我能怎么样呢？所以他的没有安全感。可是新加坡这个制度相当奇怪，只要你干得好，全国人民支持你，你可以一任干下去，就像他们父子干了51年。还有第3个，你也不是为所欲为，他有一个政治制度，议会在监督你。如果你真的人民不满意你，他可以把你拉下台。所以新加坡的这一个制度，就是我说的介于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之间的，现在在当这么多的制度，让人觉得说，好，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北京的这种，那你又觉得美国有问题，那哪一种可能是我们可以考那样的？请大家想想，新加坡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一个。是没有错。这个，所以我们最近呢，其实很多人都说要学习新加坡，好多政治人物也去新加坡访问希望真的可以拿到一点点启示。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普京俄罗斯的总统，他最近要访问北京了，时间就定在明天他访问北京会会见习近平，讨论的项目有一带一路、中东、亚洲局势以及乌克兰问题，而且重点是他还会率领一个大型的贸易代表团。有好多商人要跟着他去包括您看到他们的财政部长、央行总裁、俄罗斯联邦银行执行外贸银行的负责人，还有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预计都会跟总理李强会面，讨论经济的合作方面的问题。而另外呢，1年之内，普京这个强人2次去访问中国大陆，那当然他对中国大陆是有所求的我们看到外媒就分析说包括 CNN 的分析就说希望习近平来力挺中俄关系更紧密。那当然我们看到他们2个国家，他当然希望背靠背而且呢，距离去年普京访问中国其实才短短的7个月而已他又来了。所以呢，希望看起来习近平是希望能够利用这次机会向普京表示忠诚吗？这是来自于 CNN 的一个说法。他说希望证明并没有因为跟西方接触而有所动摇，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前一阵子不是去访问了欧洲吗？CNN 就觉得说他同时习近平也要跟普京效忠这个是 CNN 的说法。那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刚刚才结束他的访欧之旅，刚刚彬哥是讲说这些国家都拿到了一些他们所要的，的的确确没有错，而且在跟马克宏见面的时候，其实有特别谈到全球止战、全球停火。为什么？因为巴黎奥运即将登场了。那在办这个奥运的这个办理的当时，当然希望，如果我是主办国，我当然希望这世界没有战火嘛，我才能够传递和平与爱嘛那所以呢，他们有一个这样的倡议。可是如果要全球止战的话，那普京是不是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当然是因为乌克兰战争还在打嘛，那另外以色列战争也还在打，所以几个关键人物，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包括俄罗斯都是关键人物。如果要止战的话，那普京是这样讲，他说北京很清楚乌俄战争的根源，所以我们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谈判这是普京的说法他说我没有拒绝跟乌克兰谈判所以你北京其实北京很清楚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呢？我们就来看看了。美国还在不断的送武器到乌克兰去，这个是肯定的，还有包括钱啦、贷款啦、金援啦。而布林肯我们看到昨天他突然访问基辅，并且来跟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握手，说你们不孤单我们是自由世界，美国将会没收会把这个已经没收的俄国资产我提供给你乌克兰作为一个重建的经费。
所以又给乌克兰人一些信心哦，跟一些希望说好，我们要继续打下去。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布林肯，他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唱歌，所以他突然到乌克兰的一家夜店哦，基辅的一个酒吧的夜店来弹奏吉他，并且唱歌。我们来看看他在酒吧里头的表演。It's a really difficult time. Your soldiers, your citizens, particularly in the Northeast and Kharkiv, are suffering tremendously. But they need to know, you need to know. The United States is with you. So much of the world is with you. 好，您刚刚听到的是布林肯，他是美国的国务卿，他突然访问基辅的一家夜店啊，并且来自弹自唱的这一首歌叫做《Rocking in the Free World》。他要向自由世界哦，在自由世界中跟大家一起摇滚，宣示美国和全世界都会跟乌克兰站在一起，奋斗到底。所以呢，我们看到乌克兰人。哦，他被鼓舞继续打下去，那这世界还能停止战火吗？另外，我们看到拜登哦，他还签署了一项禁令，就说你俄罗斯的铀，我要禁止你进口。可是问题来了，美国有大概1/4的进口的铀是来自俄罗斯，那是不是你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呢？哦，拜登这一项法案呐，哦。是哦，这个在5月13号正式签署的。可是因为美国能源部的数据，我刚刚讲了，俄罗斯大部分他们大部分的铀是从俄罗斯来的，所以如果你切断这个供应，是不是美国国内的电价就会大涨了？可是呢，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呢，法案规定如果没有找到替代来源，这个立法允许能源部发布豁免，允许在2028年之前继续进口俄罗斯的浓缩铀。这我就看不懂了，美国人到底在干嘛？来请教这个赖岳谦老师。我先简单的回答你有关于拜登的命令啊。拜登命令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美国的盟国都不可以再进口这个俄罗斯的浓缩铀啊，它的铀矿不可以哦。但是我美国特许，好，所以你法国、你们这些这个英国，你们做那种核能发电的，包括日本啊，你们从俄国进口浓缩铀是不可以的。可是我美国只要找不到浓缩铀，我可以特许。其实这个跟他对英特尔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台湾台积电、韩国三星，你们不可以再把这个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卖给中国大陆，但是英特尔特许，也就是说，我美国可以卖，你台积电不能卖，三星不能卖啊。这个就是美国啊，为什么呢？因为基于我的国家利益啊，基于我的国家安全，你要满足我的国家安全。但是我美国人不可以伤害我自己的国家利益，可是你要伤害你的国家利益哦，你要伤害你的台积电的利益，你要伤害你的三星的利益，所以台积电也受伤嘛，三星也受伤嘛，现在三星的受伤更严重嘛，它本来在全世界先进制程占3成，现在不到1成嘛，那美国从0现在增加到28嘛，美国已经成长了，三星已经衰弱了，台积电也从60几衰到40几嘛，你可以看到台积电受伤。三星受伤，美国赚翻了，这个就是美国，伟大的美国。我们要讲，真的是非常伟大的美国啊，了不起。了不起的原因是在于有些政府的首脑啊，像美国人就趴在地上啊，这个才是最伟大的地方。美国可以让那一些政府首脑看到美国人以后趴在地上，而他的支持者也跪在地上，把台积电送出去。把三星送出去，这点我们是蛮佩服的，内心里面痛，但是呢，又能如何呢？我们这种小人物讲了半天也没用，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讲了半天，我想韩冰也是我们气到不行，但是呢，小人物就是小人物嘛，没有影响力嘛。那因为有影响力的那些大人们，他们把台湾的利益就送走了啊。我们看看这个普丁，他跟中国大陆在这一次的访问，明天开始，2天而已。不过你有没有看到，他最主要是把央行的行长，把他们的这些重要的金融的主管去。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下个月的这个上海金砖，不是上海啊，下个月的金砖会议在俄罗斯召开。那俄罗斯他们要推的就是金砖这10个国家用本币交易，我觉得他们会跟中国大陆会有更细的一个谈判。那如果说中俄之间达成协议，在这一次的金砖会议中来推的话，
他们的长远的目标是要终结美元的霸权时代。我觉得如果一旦推出来，可能10年、20年以后，我们会看到它具体的成果。那美元的市场的份额会萎缩，不会消失，会萎缩，而这个欧元还有就是人民币会在上涨，特别是人民币上涨的幅度可能会很大。马克龙他其实很清楚的知道，当时中国大陆一直主张就是俄乌停战嘛，要谈判来解决。可是那时候2022年的时候啊，美国的反攻啊，给乌克兰的反攻打得顺手，所以他们不同意。那现在的情况是打得背手了，俄国打得顺手了啊，他们就希望说，奥运的时候停战。那习近平当然知道你要挑拨我跟中俄之间的关系嘛，借力使力很简单，可以不反对，但是全球停战，所以包括中东在里面。可是拜登才刚刚又送10亿美元的武器给以色列，继续去杀加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好，我们进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彬哥，有没有可能真的在巴黎奥运期间全球止战呢？当然，马克龙是这么希望，这样他身为主办国才脸上有光嘛。那实际上这也符合奥运的精神嘛，因为古代的时候，在古希腊的时候，奥运当时举办的时候，所有人要脱光光了，脱光光，对，全裸，对，对，因为很简单，因为古代这些城邦彼此之间都在战争嘛，所以在运动的时候就大家全部脱光，表示我身上没有带武器，然后我们就来进行一个和平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这是奥运的宗旨嘛，所以我们当然希望在奥运举办前会有这种曙光出现，可是我必须说真的很难。第一个，你看美国的动作就是完全不打算让它停下来啊，还在不断的。你美国你要帮人家，你要么你就600亿一次运到，把所有的兵员武器全部一起弄上去，让他有战力。然后你在这边丢一点，那边丢一点，今天来个10亿，明天来个5亿，请问一下，这样对乌克兰到底帮助在哪里？这样只是让他拖在那里而已，而没有办法产生决定性的战局。那这对乌克兰来讲真的是好事吗？乌克兰现在已经缺兵缺到他们自己的将军都已经讲了，在哈尔科夫附近，他们已经连预备队都没有了。你知道没有预备队是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这场战争如果一旦战事不利，就整个崩溃掉，因为没有人在后面，他后面完全没人。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他们把老人、小孩，然后这些女性，甚至一些罪犯，全部都弄上去，甚至一些吸毒的这些东西，他们全部都要上去了，因为真的没人，打到整个世代都光掉了。那请问一下，乌克兰还能打多久？所以我真的觉得你美国为德不足啊，就是你要帮就帮到底。你帮这样子，其实让人家觉得你就是故意在消耗俄罗斯、消耗乌克兰，拿乌克兰的人命去拖住你的对手而已。我就很怕什么？很怕未来台湾也发生这样类似的状况。美国就是希望我们也这样去拖住解放军，用台湾人的命去拼。那西方现在还在评论说，普丁为了进攻，在寻求习近平的帮助。拜托好不好？人家已经开始进攻了，好不好？现在才去寻求帮助，会不会太迟？他已经在打嘞，他已经兵锋到哈尔科夫附近了。所以这是干什么？你没看到普丁带了一大堆工商业界人士去？其实基本上人家已经好整以暇，在干什么？在准备要发展他的经济了。没错。他为什么国防部长换一个经济学家上来？就是人家要借这个机会，因为俄罗斯的军工整个重整起来嘛，他借这个机会重新带动他的经济发展。人家已经在干这种东西，表示普丁现在是根本用一根手指在跟你玩了。是，那你还不知道整个战局是怎么样了？真的不要再自欺欺人。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问舰长怎么看这个俄乌战争现在达到这个程度？你看，像现在布林肯跑去哦，你说他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我跟你讲，美国现在所有的政策里面最大的一个考虑就是大选，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吃香喝辣，像布林肯，如果换成川普，他就不晓得蹲到哪里去当个智库的什么东西了。所以当选连任，拜登连任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他现在如果说俄乌停止的话，停下来这个战争不打，拜登基本上一定败选。为什么？你支撑了这么久，
你一直到现在为什么现在停了输了，你知不知道？然后刚刚斌哥我觉得有说一个，你今年给个几亿，那天给个几亿，你到底要给到什么？你为什么一直不给他？很简单，要拖到11月大选之后，请你们一定要撑到11月大选之后，拜登只要连任了，美国政策会怎么样？我们再来另外的去考虑，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去禁这个铀我觉得很奇怪。大家可能提到浓缩铀都觉得好像都是一样，其实它差异很大。大自然挖个铀出来，它只有千分之几啊，很少的这个铀的这个含量。你给它浓缩到3%哦，就是发电厂用的。再给它浓缩到40%、50%、60%，大概不同的等级，在不同的国家，就是核子这种。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前张骞舰长退役上校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是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看看520前，中国大陆当然有很多的动作。不过我们看到赖清德准总统他有回应，他说不排除在相互尊重、不预设前提之下与中国对话，看起来好像是有释出善意。可是观众朋友不要忘了，对岸其实铁板一块，他不断的说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就是他们的底线哦。所以所谓的不预设前提，赖清德讲的不预设前提，对中国来说就是有前提，于是一切白搭，一切又打回原形，一切又没有交集。观众朋友，520前夕，对岸还是不断的包括空中，包括海上，45共机，6共舰，大规模战备警巡毕竟我们台北市不到40海里所以你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其实没有停过。我们的海巡署也是疲于奔命啊，尤其是在金门水域这里看到对岸不断的在演练，不断的闯进我们的禁限制水域。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学者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他说武统或是武力犯台可能不会，可是他会用什么方式呢？会采取非战争的胁迫包括您看到这些空中的、海上的扰乱，以及可能其他经济上面的对策那我们看到呢，包括美日一直不断的动作很大，所谓联手抗中，现在有出现裂缝吗？包括有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他说荷兰的海军士兵出现在Okinawa 在冲绳基地，这个地方是美国驻军的基地呀。可是日本的外务省并不知情，这就事情大条了。日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你今天在他们的领土上的美军基地有外籍的士兵在演练，他们不知道吗？所以看到一般的冲绳的民众就讲了他们说如果你登入美国国防部下属的国防视觉化资讯服务这个网站去看的确在3月10号到14号，美军跟荷兰的海军在冲绳这里有一个作战的训练计划。可是可能日本人或日本政府他毫无所悉吗？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民间的声浪，我们讲的是日本民间的一些声音，可能跟政府的想法也不太一致这也是发生在冲绳因为美军打算增派无人机到日本，前一阵子我们就知道日本人或是当地的居民其实是反对的。现在冲绳县知事玉城邓尼他特别讲，他说希望美军撤回部署 MQ9 与 MQ4， 这是冲绳县强烈的要求地方的首长说不要来，可是看起来跟这个日本政府的想法可能也不一致所以冲绳我说的是当地的居民，他的反美情绪会再扩大吗？那会不会进一步影响到美日抗中盟友出现裂痕呢？这都是未知数那未来情势会怎么演变不知道。可是现在有一件事情啊，中非海上的冲突可能再度扩大了。我们先看这个新闻这个是在中非南海有一些包括主权有争议的地方，像是黄岩岛的附近，最近菲律宾有一个联盟叫做这个阿廷
阿汀伊斗哦，这个所谓的联盟，它可能是一个海上的联盟。他说啊，我要派出100艘民间的船只在黄岩岛附近啊，我要做一些宣示啊。所以呢，您看到的这个事情呢，就引起了中国大陆的关注了。中国大陆就说，那我会派遣4艘海警队船只以及26艘大型的海上民兵船只，总共30艘，我也到黄岩岛附近，我来封锁你哦。那这个数据还不包括黑船哦，这是来自于美国前高级官员鲍威尔他的这个说法。那这样子你可以想见哦，到时候在黄岩岛的附近会有100艘的菲律宾的民船，然后会有30艘，至少30艘哦，中国大陆这边的船舰。那这样的对峙恐怕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型的对峙了哦。那您看到这件事情呢，会不会扩大呢？哦，包括菲律宾海军也在部署1艘船只哦，来监控哦，像是这100艘菲律宾渔船，还有其他的民用船只。那美国海军也在旁边待命吗？或者是在旁边观察吗？他说已经在萨比纳浅滩部署了另1艘船。阻止中国大陆的船只前往进行填海活动，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对峙的活动。所以到时候这样的对峙这样子可能紧张的情势会不会发生？美菲的肩并肩军演，我们知道上个礼拜才刚刚落幕，而中国大陆的航舰持刀护卫所谓的055型驱逐舰延安号也在南海做实弹的演练，所以中菲或者是南海的情势看起来比台海还要紧张哎。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赖清德很有趣啊，赖清德的讲话毫无新意。各位如果把这个8年前蔡英文的讲话拿出来看，你会发现一模一样。好，我们不设前提的情形下，两岸之间我们可以对话，相互尊重、相互平等等等。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蔡英文上台的时候干了一件事，他嘴巴讲说我维持现状，但他实际上是把9·2共识撕毁了。因为之前在选举的时候，那蔡英文第一次的选举是失败的啊。那第一次的选举失败，是因为当时就已经有9·2共识，马英九一上来就有9·2共识，所以两岸之间的交流非常的好。每一年其实是我们台湾自己设限了不然的话，大陆绝对每一年超过1000万的旅客到台湾来旅行观光，所以给台湾的服务业，给台湾的百工百业带来很大很大的就业机会，每一年也带来非常庞大的商机。而且呢，两岸之间在外交也休兵了，所以台湾在外交的这个浪费的钱方面省了很多，而且台湾更加的参与了国际的活动空间跟组织，其实双方之间的关系非常好。那这蔡英文在当时选第一次的时候，那败给这个马英九，他是挑战马英九的9·2共识，结果输了嘛。输了很惨了以后，第二次他在选的时候，他就回避9·2共识了，他就说维持现状。可是那个时候还是有9·2共识，而且在那个时候，马英九跟习近平在新加坡共同宣示9·2共识是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讲得这么的明白。蔡英文当选了以后上来，他的维持现状就是把这个9·2共识撕毁，所以蔡英文当场就是说谎不算话，那当场说谎。就职以后也说谎，然后还说没有前提下来两岸之间的对话。那我们看到结果就是8年以来，两岸之间非但不能对话，情况是越来越糟。那赖清德讲话跟蔡英文一模一样，所以你已经可以推测未来4年两岸是怎么样了。那也就是说，第一个毫无新意，第二个赖清德根本不想改善两岸的关系。而且赖清德很明显的要让两岸关系一直恶劣下去，因为他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完全不做任何改变。所以你觉得赖清德的这个讲话会有用吗？没有用啊，因为国台办已经直接回应嘛，你先把台独党纲修正了，你说你不再搞台独，你不再搞台独，你愿意回来这个9·2共识回来，我们都是两岸都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好解决。可是你觉得赖清德会同意吗？会这样做吗？民进党会这样做吗？不可能嘛，不可能讲这话叫屁话。那对不起，我不愿意在电视面前讲这种脏话了。但我的意思是说，还没有上台的时候就先讲了一句
毫无新意的空话没有意义。赖老师是 gentleman 哦，他讲的是这个，就是因为脱口而出哦，就是意思是说其实根本没有进展，因为没有意义嘛，对你没有诚意嘛，你没有新意嘛。好，我觉得，另外美国的学者讲的话啊，如果你也写过一本论文啊，你也知道，在学术的领域里面啊，它只描述了现象，那是学术领域的第一级，最初级的阶段，是有一点学术价值，但是贡献不大。为什么？因为大陆早就这样做了，大陆的军机早就已经还有军舰、无人机早就在台海周边已经行动了。没有防空识别区，没有台海中线，而且不断的在台湾的周边已经不断的行动的，不断的，而且越来越接近台湾，而且呢，这个金门也没有所谓的这个禁限制水域啦，而且也会扩大到澎湖，甚至会扩大到台湾的四周，因为大陆的渔船也曾经，或是大陆海警船也曾经到了台湾的四周啦。那么也就到我们的经济水域，也到了这个所谓的领海，甚至毗邻区都已经在试探啦。这个都是已经是一个现象了，而这个现象是从裴瑞斯以来，一直到金门事件到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常态的现象。这个学者只是描述常态的现象，无很高的学术价值。很高的学术价值要具备什么？具备可预测性。是可预测性是说，未来真如你所预测的，两岸之间不会爆发冲突吗？我认为未必。是，来请教这个彬哥怎么看哦？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中国大陆媒体揭露说，荷兰的海军士兵跟美军的冲绳基地的士兵一起演练，好像日本政府不知情。那大陆为什么会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有各方当然不同的情报来源。你觉得日本政府真的不知道吗？还是日本政府不想让他的民众知道？因为照理来说啦，如果美国虽然美日有同盟，可是如果美国没有知会日本政府就把荷兰的军队找来，这是侵犯主权的行为。因为美国基地是在日本领土上面，你怎么会把外国军队引进到日本的国土，然后还不告诉日本人？所以我个人认为，因为美国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啦，所以我认为美国会告知日本政府，只是日本政府不见得敢告知他的民众。因为你把外国的军队引入日本的领土，美国也就算了，那你引入这些外国军队到底要干什么？那你一直在那边演练这些东西，是不是要把日本置于危险当中？这就是冲绳为什么要反对的问题啊！因为冲绳常年来遭受到美军基地在那边，最近又发生了美军的士兵在那边乱搞一大堆的事情，所以冲绳人本来就已经很反感。那现在其实美国跟日本最近不管是智库也好啦，或者是各种报道也好，好像都在塑造一种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如果台海一旦开战的话，冲绳可能会变成战场。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那如果你是冲绳人，你会不会怕？当然啊，对啊，而且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台湾发生战事，我冲绳要被卷进去？到底关我什么事？所以冲绳之事，他现在当然是希望极力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可是看起来，虽然他再怎么抗议，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甩他，日本政府也当作没听到。这就是冲绳人的悲哀。谁叫你被人家当作像殖民地一样对待呢？那赖清德，老实说啦，我对他的看法就是。他最多，他最大限度就只是延续蔡英文，是最大限度就是这样。那显然他还不止这样，因为他看起来他是要走得更远，他不像蔡英文，因为蔡英文其实基本上他个人对统独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可是赖清德是有的。那所以赖清德想说借由蔡英文这一套，我今天还看到林俊宪讲说，这个都是我们有释出善意啊，释出诚意啊，就看中国大陆要怎么接招啊。那你说？民进党没有，你说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回避民进党，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回避民进党吗？他回避你8年呢，人家理都没理你，所以你到底在讲什么？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明明知道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事情就是这样，然后还在那边睁眼说瞎话，告诉你说就是这一套就是可行，到底哪里可行？完全不可行嘛！你说这一套会把台湾带往战争，这一套绝对可行，我相信可行，因为。你包括你现在在国安方面的人事布局，包括你任用了一大堆对中的鹰派，那请问一下，你不是要往战争方向走，不然你是要怎么样？这个我想正常人都会看得出来这一点吧。你赖清德不会当大家都是傻瓜吧？那现在当然对美国来讲，他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四处放火，希望能够让中国大陆左支右绌，贝多利分。
可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比如说，你叫菲律宾弄了100艘船来，100艘船来很多啊。中国大陆随便在那边一个那个阅兵式都已经上百艘、200艘船，而且还是民船。是，对啊。你要知道，民船那个船跟军舰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民船可能只有几十吨，是100吨，人家随便来一艘2000吨就打死你多少。所以我真的觉得搞这种人海战术，我想全世界最蠢的就是找中国玩人海战术。人家就人多，你还找人家玩人海战术，你不是脑袋有洞吗？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用这种东西只会让菲律宾自己越来越贫乏。而且你菲律宾动员这些渔民，你有没有给人家钱啊？可能有吧，没有吧？应该要给吧，至少给油钱吧。对啊，不然这些渔民万一发生什么碰撞，万一造成什么损失，请问一下谁赔偿？还要保险。对啊，老共可是不会赔你的哦。那请问一下，那你怎么去安抚这些渔民？怎么样去维护人家的生计？真的不要乱玩这种游戏。是，来请教舰长怎么看？我首先说一下，就美国智库这一次说的，以前我看美国智库说的一些东西都是居心叵测，就巴不得你们打得怎么样。但这一次这个我坦白讲，我倒是蛮附和他的，因为很多人在对过去的民调，就是有将近快80%的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哦，他们对合同报的是非常失望的。可是我现在去讲一下，那是在一个民调其实是不可信的。我随便问你一个说你想要什么什么，那完全是自由意志。可是当你没有那么多自由意志的时候，你的想法会不一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比说接下来的这段日子，中国大陆的军事的灰色冲突，就像最近国民党说的叫做统孤战术，它越牵越紧，越牵越密，这是军事。如果在经济上面我彻底跟你断绝来往，因为你一直说你要独嘛，我就让你彻底独。港澳以及大陆通通跟台湾断绝。你要进入大陆，一定要透过第二国，透过日本啦、韩国啦、菲律宾啦、越南。我如果断到这个样子，请问大家，台湾内部会发生什么样的思想的改变？大家会怎么再去谈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当两害相权的时候，我们一定取其轻嘛。好比我说，我不愿意被统一，这是一个我觉得被统一是一种害。还有一个就是你不愿意被统一，是不是？我告诉你，一定发生战争。这两个叫你选一个，你要选哪一个？你只好选那个，你可能就是说被统一呢。虽然我不愿意，但是我更不愿意战争。那第二个呢，我一直期望民进党能够看透这一点，就是很多事情哦，你有你的立场，北京有北京的立场，你也不愿意变，他也不愿意变。我们期望怎么样？你知道，很多事情是只有时间才能够解决，让时间来。时间不单有时候是唯一的解药，而且是非常有效的解药。你去想一件事情，30年之后两岸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你想得出来吗？30年之后，现在的30岁的人，年轻人，不管在北京在台北，他们负责决策两岸的时候，他们的想法会不会有改变？再隔个30年，就是60年以后，现在刚出生的人来决策两岸的未来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想法？是不是让时间来做一个化解？那你如何做这个时间能够延这么久呢？只有一个，让北京不要对合同绝望。记好，不要对合同绝望。如何做到？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不要给他一个理由，不要给他一个借口，想办法去跟人家折冲。我们国安团队想不到这些事情吗？想想看。如何不要给他有借口？现在双方都在一种你不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顺眼，其实都在等一个什么，你知道？等一个对方犯错的机会。好比说裴洛西来，啪，他们就采取很多行动，因为你犯错了。希望赖政府上来不要再犯错。